小蚯蚓，欢迎回家。莹莹，你饿不饿呀？我们正想下楼买吃的，你跟我们一起吧。姐，兰姐，我跟他很这一后，他不让我看他电脑，不让我看他手机，跟他同住的几个人告诉我，说他认识了几个有钱人，结果本来他说陪我回来了，可是他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女的，他就走了。你回来吧啊，莹莹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你还有我们呢啊，没事。他走了以后，他不让我跟着，我就偷偷跟着他，结果我就看见他上了一辆敞篷车，上面坐了一个女的。兰姐，你说我能相信他只是贪玩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贪玩是贪玩，人品是人品，不能混淆。行了，不哭啊，不哭。早知道早好。这世上哪个好姑娘不得碰见几个渣男啊？没关系啊。好姑娘就得拿得起放得下，视男人如衣裳，像他那种男人就是地摊货。莹莹，搬回来住吧，我们陪你去搬，就现在搬去，趁那渣男还在外面玩，省得回来见面尴尬。走。你还犹豫什么呀，孩子？非要以后你们吵架吵到公司去，那就更丢人了。兰姐，我感觉我心在流血。行了，我心好疼呀！有姐在呢。哪儿啊？那儿，这儿啊，去开门。就这间。去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还以为多好的地方。你行李箱在哪儿呢？那个就是。你看看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还有这个呢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邱莹莹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你谁呀你？我是他姐。姓白的呢？出去吃饭去了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。小白不在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们来拿的都是我妹妹的东西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不打招呼就走，我怎么跟小白说呀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就白渣男这点家当，我们还看不上呢。你们先走。你是他邻居啊？啊。帮他好好看着。拜拜。我去，太少了西安。回家喽。兰姐，你就这么把他的东西砸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一是给小秋出口气，二是让他明白欺负女人的后果。仗着张小白脸就想攀高枝儿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真当女人是死的呀？
看到你了。我今天把白主管的家砸了，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白渣女。哇哦 ，My God！ Sorry， 我迟到了。没事儿。好车，只可惜给路盲开。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，好车是有幸被你开。走吧。你刚才看什么呢？这么开心呀？跟我住在同一层的几个女孩，其中有一个遇人不淑，其他几个去帮她打抱不平。其中有个樊小妹，居然把那男孩的家给砸了，我真的太佩服她了。既然是猥琐男，家被砸了，能善罢甘休吗？樊小妹是很资深的 HR， 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。潇潇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姐被警察抓走了，你快帮忙想个办法吧。你当时都损坏了些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吗？就有些乱七八糟的，他那儿也没什么东西，杯子呀、摆设什么的。被子，这也算。那还有几件衣服，踩了几件。还有呢？没什么了。那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些摆设。真没了吗？没了。屋里有一台电脑和一个 iPad， 不是你砸的吗？樊大姐真的把白渣男的窝给砸了？白主管他太过分了，樊姐也是看不过去才这样做的。砸得好，砸得妙，2个字儿帅爽。想不到平时娇滴滴的樊大姐还有这么给力的时候呢。可是樊姐现在还在派出所呢，这白渣男心真狠。这要是咱们今天救不出樊姐，樊姐就得在派出所过夜了。由我曲筱绡在，能让白渣男的奸计得逞吗？姓白的，你有病吧？你那电脑跟 iPad谁砸的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家里都好好的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家里被砸得稀巴烂。中间这段时间只有你们去过，那不是你们能是谁砸的呀？你凭什么说是我砸的呀？保不齐你自己砸的，你多流氓啊！这位小姐，我自己砸的。我没事喜欢在家砸自己电脑玩。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家那些东西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砸的呀。你那些破烂玩意儿确实是我砸的，确实是我承认那是我砸的，但是电脑跟 iPad 绝对不是我砸的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砸了，我又不追究你责任，你赔偿就好了嘛。赔偿？你想讹我钱是不是？你穷疯了吧你？秋莹怎么能看上你这样的人啊？哎，邱莹，警官同志，他说的这个邱莹啊，跟他是共犯，我得连他俩一块儿告。这个邱莹莹在我家白吃白住那么多天，我还没嫌她烦，结果她带着他们去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这件事儿，咱们该拘留拘留，该赔偿赔偿，绝对不能做出不可耻的行为。你说谁不要脸？我说你不要脸呢，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子。行不行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这什么地方？菜市场吗？吵有什么用？他说你砸了他电脑，你说你没有，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砸他电脑。我有证据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砸完以后拍的照片，拍完我就走了。警察同志，他完全可以在他砸之前拍这些照片，这个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？行了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对，这张照片确实是看不出是砸之前拍的还是砸之后拍的，除非你有什么证人能证明你没有砸。我砸之前我就让他们两个就出去了，我有个证人，他同屋。我砸的时候他同屋就在，我拍照的时候他也在，拍完照我就走了，你可以把他叫过来。啊，那是这样，你现在就给你同屋打一个电话，让他马上来派出所一趟，具体细节我们还需要再核实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
对呀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两个没有经验，一问三不知，不知道是来的哪个分局的，也不知道人现在去了哪儿。你帮我查一下吧，他现在人在哪个派出所呢？战胜的胜，美丽的美。哎，是不是应该先请个律师啊？这电视里说律师来之前先不要说话。请什么律师啊？这摆明了是那姓白的搞的鬼嘛，肯定是不知道虚报什么损失了。像他这种人啊，就算有什么值钱的货色，也全都挂在身上了。请律师只会让事情更麻烦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樊姐出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关系。喂，阿杰啊？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血口喷人。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呀？为什么不信我的呀？是他和人先告状，是他见异思迁。不是，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明白，我等见面再跟你们说，行吗？你们别再问我了，你们再问我的话，我要自杀。怎么了呀，莹莹？这又怎么了？我爸妈，那个渣男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我见异思迁。说是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这人怎么这样？莹莹，还是我跟你爸妈说吧，不然他们担心了，真从大老远来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啊！喂，是阿姨啊，我是小关。啊，莹莹她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呢？对啊，阿杰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必须帮我搞定。邱莹莹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我在帮你捞樊姐呢，你想阻止我不成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说话大声点。你是蚊子啊？你才是蚊子呢！你才是蚊子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看出来白主管是渣男的？姐姐身经百战，知不知道？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回公司上班。渣男一准圈好陷阱，准备落井下石。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。本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啊！你怎么不把你的银行卡、账号、密码一锅端了告诉那渣男呢？哼，你佛山无影腿这么猛，怎么不用到渣男身上去啊？哎，叔叔阿姨，我不和你说了啊。说又怎么了？什么叫我又怎么了？我正在到处打听樊姐的下落呢，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。小关，你能把这人拉远一点吗？我接个电话，有消息了。哎，行了，莹莹，你别闹了。秀秀是来救樊姐的，你把她气走了怎么办？樊姐怎么办？你就让她就在派出所过一夜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打听到了，果然是渣男报的案，人现在就在渣男门口的派出所呢。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去。得了，渣男人现在肯定也在派出所呢，你就不要再过去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过去给渣男当场破镜重圆，樊姐肯定吐血给你看。你要是当场踢你的佛山无影腿，那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。像你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，还是少去现场为妙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去杀了他！那全被我猜中了，那更得拦着你了。我去！小关，你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再找麻烦。你们在这等着我，乖乖等我消息吧。我要去杀了那个渣男！你别闹了！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儿，你就是不听，非得闯祸了才肯罢休呢？你为什么做事就不能想想后果？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，把樊姐救出来再闹好吗？你就是白先生的同屋是吧？对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一下。请问，樊小姐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？对，当时是当着我面拍的。那她拍完这张照片之后，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？砸电脑，砸 iPad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。
你要知道，在面临调查的时候，我国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，并向我们说出实情。如果有包庇或徇私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连同被包庇方一同追究责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位樊小姐拍完照片之后做了什么？她拍完以后就出去了。没有再进白先生房间吗？没有，她就跟我说让我跟小白说东西是她砸的，然后就跟邱莹莹他们走了。人呢？楼上呢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阿金，去把车停。这渣男，踢腿还敢报警，真是渣出新境界啊！我到时候看一看，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这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邻居大姐。哦，上次 Mint 酒吧那个吧？对啊。行啊，曲筱绡，没看出来你还挺有爱的啊。边儿去啊！这大姐吧，我原来挺看不上她的，一身的冒牌货，还自以为自己挺美，一把岁数了还老跟小姑娘争风吃醋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但是她这事儿干得爽，仗义。姑娘们要都像她这样的话，这世界上的猥琐男至少少一半。我帮她纯粹对事儿不对人。今天这件事情呢，樊小姐已经照价赔偿了你东西的损失费，而且还向你道了歉。最主要的是，人家对于你这种污蔑她的行为，全当你开了个玩笑，不予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。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那这件事情咱们就这么了了。你们二位跟我过去签个字。啊？这就完了？看样子大获全胜了。美姬，早知道不需要我帮忙，我就不来。行了，这没你事了，先走吧。酒吧等我，我到时候过来找你。那我撤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做事情可不能这么冲动了啊！法治社会嘛，大家都要遵纪守法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。走吧。樊姐，你说你为什么总逮着 HR 这种没有油水的位置不放？你应该去干业务啊！你这么能忽悠，警察都差点拿你当亲人呢。可不嘛！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们怕我出不来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啊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们吗？我这不没事了吗？上车吧。行了，别装了，差点拿你当女侠，原来这么不堪一击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有我呢，不行还有 Andy 呢。再说你一脸风骚样，警察哪舍得让你过夜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啊，我就是当时图一时之快，我把那东西全砸了。可是没想到这姓白的竟然敢诬陷我，他把自己电脑砸了，还大爷 iPad。还好，他那个邻居还算是老实，不然我今天压根就出不来。我什么？你今天放过电脑没砸？那你都砸什么了？砸被子、砸枕头、净弹灰啦？哦，我真的是高看你了，不爽，一点也不爽。哎呀，我要是砸了他电脑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是有法律常识的好吗？我如果把那电脑砸了，量变就变成质变了。
那够我在里面待几天的，才不怕什么呀？砸就砸了，砸得越狠越好。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，那姓白的只会越怕你，说不定啊，连警都不敢报，连夜卷铺盖滚出上海，你信不信？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在那虚张个声势，砸几个枕头被子，人一看你就是虚啊，肯定照实打回来了。幸好现在石岩寨手机都含摄像头，否则呀，你就在里边蹲着吧。我才懒得捞你这种犯小事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打住了啊！看我以后不收拾他。算了吧，这次给那姓白的枕头被子弹灰，下次给人衣服弹灰啊？对付这种人还得我上场，但是他这人太渣，你又太笨，搞得我都没有兴趣。我宁愿照看流浪猫、流浪狗，也好过理你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开车吧。你不回去啊？大周末的，我总不能把时间都耗在你身上吧。拜拜。谢了。你说报销单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会去改。你看啊，把里面的铅笔痕迹去掉，用黑色水笔写一张说明附在里面。还有，里面有一张餐饮发票，像是假的，你去问问你们经理，做好了再拿给我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自己看看，这个就是我跟客户在前面郁金花园吃的饭，有问题吗？可是这是他说的。我不管啊，现在都已经4点半了，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搞定，把钱拿回来。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让他自己来找我。还不去啊？秋莹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住宿发票单的日期超规定，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？天天报销，这点规矩你不懂？我一直是这样做的。上次会议大家已经沟通过这件事儿了，这次报销，实报实销。我们财务部啊，也是按照公司的财务规章做事。如果你说这个事儿上过会的话，请你拿会议纪要给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不是你徇私舞弊啊？经理，好了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白主管说，这次住宿发票单日期超过规定，让我附文字说明给他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次报销实报实销，可是他让我找出会议记录给他。你怎么办事情呢？越回越回去了，报销程序怎么会出错呢？我这今天才让你办了1件事情，这都快下班了，都还没搞定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？经理，知道你是故意，我告诉你，照老规矩，你究竟报不报？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，不报，你想怎么样？故意搞我是吧？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，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？搞你啊！我当然是搞你了，我早就搞过你了。经理，我要举报！白主管假公济私，打击报复，还有他又不给我报销，他追求我不成，这是要害手段，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，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，诬陷我朋友，他还报警，结果闹到了派出所。没事，怎么做？他被光头警察查出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。闭嘴！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调查。我还知道，他串通底下的工厂，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。
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星饭店的一张，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，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，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抽你了！小白，你干什么？经理，他疯了，他跟这儿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经理，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绝对没有骗大家。经理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他为了报假发票，他跟我睡觉，让我在公司庇护他。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！你放屁！我才没有呢！查电脑、查账，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蛀虫。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是好人！你才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别哭了，发泄出来就好了啊！别哭了，财务部已经去查账了，消息一会儿就到。别哭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。不过说真的呀，女孩子呀，还是别跟这种人闹。你看，给泼一身脏水，惹得一身流言蜚语，以后啊，一辈子都洗不清。对呀，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你还是忍忍吧。像那种臭男人，早晚会有人对付我自己就能对付他，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？我才不会的呢。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，让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。行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，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静静，我们先去弄报销单。别哭了，这个男人。走啦。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啊，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，对不对啊？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，打压到你急躁为止。这样你会怎么办啊？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，只要你去了，你就占了下风。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，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？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，笨蛋！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。莹莹，你千万不能理他。我理他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。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，他说了好多下流话。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，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我把他一锅端了。什么他砸电脑，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，我全给他说出去了。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，我估计现在他们还……邱莹莹，你是不是笨呢？啊！哎呦，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，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，你怎么就抓不住呢？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，你信不信？他立马投降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？这里面装的什么呀？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？我现在回味出来了，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，他似乎给了我答案，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，我怎么办呀，樊姐？我帮不了你。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，正在解决呢，超乎想象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哎，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，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？叫上他们到我这儿来吧。好啊。一般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，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。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，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。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。安迪，你这个背带真好看。你心真是够大的。唉，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？你窝赃包庇啊！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，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，你
你会一直包庇下去。所以，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，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。你只要惹麻烦了，一定会放弃你。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，没人纯洁。所以，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。小邱，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。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，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，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，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，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，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。江湖规矩第二条，屁股不干净的人呢，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。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接白渣男的短，你经理还敢用你吗？啊，他只要不想用你，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，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还会起诉你。什么起诉我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，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？可是小邱并不是骨干啊，可有可无啊。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如果他们集体挽留，也没用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、无足轻重的人，太悲哀了。没关系。安迪和樊胜美两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。职场如同江湖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。邱莹莹初涉江湖，不懂游戏规则，横冲直撞，当众揭短，人人自危，只能被 out 出局。有的时候，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。